早安，早安！5点我们就起床，我们在准备早餐。等一下我们要搭6点半的车，我们现在要走路去车站。从 Great Wall 要先坐到 Great Wall Terminal 那边去换缆车。只有少少的人在等车诶。因为可能太早了，要不然就是觉得天气不好，不想上去了。那个都订好票了。这是几点的火车？47分。哦，快了。就是要去 Terminal， 然后搭这个缆车上去少女峰。那下面那个嘞？这个是坐最传统齿轨电车上少女峰，但这个会比较慢，快很多就对了。这是最新的缆车，以前没有缆车的时候都坐齿轨列车上去。从车站走通道过来，就马上到缆车站。好漂亮的站哦！叔叔有定位，蓝色通道，蓝色通道在这儿。这是我们少女峰之旅的第一段缆车，从 Grindelwald Terminal 出发，搭乘全新的 Eiger Express， 整段只需要大约15分钟，比传统火车节省将近一半的时间。一开始天气阴阴的，云雾弥漫，什么风景都看不到，我们还以为今天可能跟山景无缘，没想到缆车一路往上，竟然慢慢穿越厚厚的云层，蓝天、阳光、雪山，通通都映入眼帘。去转齿轨电车，然后那个就是总统溪，因为那个会一路攀升到4000公尺。换搭第二段交通工具登山齿轨列车，正式朝着少女峰前进。这段列车是穿越艾格峰内部的隧道，全程几乎都在山体里面行驶，过程蛮特别的。就是这台车会坐上升2000公尺，所以有高山症的要最好先吃药。中途列车还会停靠 Esmir 站，让大家可以下车拍照。现在到3160公里，中间会让我们停一站让我们拍照，就停5分钟。透过山壁上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阿莱奇冰川景色，可惜今天都是大白墙，看不到冰川。即便如此，这也算是少女峰路上一个很经典的小惊喜。结果什么都拍不到啊，都是白的，只是下来尿个尿就赶快要上车了。上车了！大约30分钟后，我们就抵达少女峰车站。这里可说是全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。它是用铁链呢，哇，好梦幻哦！这里。我现在有点眼神呆滞。我们刚才在闯，还在适应当中，适应这个高山环境。那等一下可能就会好一点。现在海拔多少？现在海拔其实也没有很高，3385哦，上一峰海拔是4158，但看起来这人可以到达就只有这样子而已了。对，3454，那可能要攀登上去了。如果你们想跟我们一样这么轻轻松松就来到少女峰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像我们在台湾先跟飞达旅行社买好少女峰的旅游通行证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进去导览我们的少女峰之旅了。Star Tour。想要像我们一样在欧洲旅游的这么顺利又没烦恼吗？那就一定要认识飞达。飞达不只是欧洲旅游票券的第一品牌，除了各种交通票券，连热门景点的门票也都有哦。最棒的是，还有专人可以协助咨询，帮你量身规划行程。
详细资讯都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，点开飞达的链接看看吧。请按照探索之旅的指示牌行走。我们又来到了好事多的冷藏库了。现在我们大家高山症好像开始发作了，我还好有2因为我度刚刚最不舒服的地方是在那个火车上，他说很像在坐飞机一样，就是一直整个贴往后靠背感。。对，等一下我们第一个会先进入的是360度的 cinema。哦，好像有声音嘞。对啊，第一站到了哇， 360度的电影院。你看这个标志好可爱哦。滑雪的人走这边，要看电影游客走这边，游客。好磅礴的音乐哦！叔叔觉得第一班车来好棒哦。对啊，哇，我们要人死了，走吧。好像坐那种恐怖云霄飞车的感觉。现在上升，是现在很快，现在3400，要3500了，现在3479。哇，还没到外面，还好，还可以出来外面准备一下。哇！叔叔他出去了。真的没有很冷，诶，没有很冷啊，很清爽哦。对啊，而且不要看山下这样子很坏天气，其实山上天气还不错哎。还可以耶。对啊，少女峰在哪里？这个风也太美了吧！哇，哦，好美哦。哎，赶快现在拍那个云过来了。从少女峰观景台往外看，最让人震撼的就是眼前这座近在咫尺的雪山。它不是少女峰本身，而是3大名峰之一的真吕峰。这座海拔4107公尺的高峰，就像是守护少女峰的修道士，气势非常逼人。很多人第一次来会以为它就是少女峰，但其实真正的少女峰在我们右后方，距离比想象中的还远。虽然说这个山峰不是少女峰，但是它离这个平台最近最高，非常雄伟。超厉害的山。在真吕峰壮丽的山脊旁，延展出去的这片广阔雪原，其实是阿莱奇冰川的上游冰原。这里是整条阿莱奇冰川的源头之一。从少女峰观景台望出去，不但能近距离欣赏真吕峰的壮丽山势，也能亲眼见证这条横跨阿尔卑斯山全长超过22公里的冰川起点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极为珍贵的一景。就是我们去看少女峰，后面哦，少女峰在后面哦，是他吗？好像是哎，是他哎。对啊，眼前这座雄伟的山峰就是少女峰，阿尔卑斯山脉最著名的高峰之一，高达4158公尺。它与毗邻的艾格峰和真吕峰并列，被称为阿尔卑斯山节。我觉得最酷的是，当一切都没有声音的时候，那一瞬间好酷哦！哇，叔叔，我在这边完成了一些拍照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光上身的状态。但没有风的时候还不会冷，所以他要赶快回去穿上我的衣服了。很冷吗？不过其实不会冷的，没有风的时候。干的。对。
其实真的不会冷。还好我拍的时候是没有风的状态，有风的时候应该冷死吧。这里太美了，我觉得 speechless。但是我觉得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，大家会拿自己有代表自己的贴纸贴，问题是他们到底怎么贴到那里的？外国人手可能比较很长吧，很长吧。最主要是这一个少女峰，它很容易一直被云罩住。我觉得那2坨云等下就走了。在这云后面就是少女峰。我们现在才9点13分呢，我们还可以待到12点。对，我们到12点我们就要下去，因为12点17分的车我。觉得你安排这个时间超级够的。一个瞬间，这个观景台就超级多人了，所以大家真的要坐一大早的车来会比较好。速速会变超多人哎！对啊，要赶快去下一个。跟着方向走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Alpine Sensation， 还有个很大水晶球哎，好可爱哦，有火车还有缆车哎。对耶，还有一个列车长，这个太可怕了，这个脸打光有问题。好可爱哦。而且下半身扭曲的很奇怪，你看。Discovery Tour 在讲的就是他在当初在建造这个铁路的过程。哦，还有一些登山家。这边就真的是开拓少女峰那个找一些山洞历史了吧？这边是每个拓荒者的名字吗？哇！少女峰的内部这边要进去冰宫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到冰川底部了。哇，好清透哦！好冷哦！好，比外面还冷。好冷！哇，好晶莹剔透哦！好可哦！这是玻璃吧？有点滑哦，要小心哦。少女峰除了壮丽山景，其实在山体内部还藏着一座超梦幻的冰宫。这座冰宫最早在1934年，由一群瑞士的山岳向导亲手挖凿而成，位于少女峰观景台下方约20公尺处，气温终年维持在零下0度左右，所以冰雕可以常年保持不融化。不会融化。它是真的啦！现场可以看到很多冰雕作品，一开始看到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北极熊，接着是一只展翅的老鹰，再往前走还有一台冰做的钢琴，上面写着朗朗。没错，朗朗真的曾在少女峰演奏过，这台钢琴就是特别致敬他的。接下来是一张可以拍照的冰桌，很多人会围着它拍照，然后超可爱的葵鼠特也出现了，就是《冰原历险记》那只爱抢橡果的小松鼠。再来冰宫里最蓝的一段冰洞，光线透过冰层，美得超梦幻。近距离看这些冰墙，还可以清楚看到结晶纹理，简直就是天然的艺术品。现场也有一张冰椅可以坐着拍照，最后还有一面写着欧洲之巅的冰墙，来这里一定要拍张照才不虚此行啊！叔叔是冰块考古学家，因为这些纹理很漂亮，真是有渐层的。你在找彼得吗？好美哦！这个比冰川天堂好玩，而且又长多了。大家一定要预留多一点时间在少女峰。我觉得2个小时以上都可以。那到下一个景点了，我们要出去外面喽！哇，你看上面的雪在飞耶，好梦幻哦！漂亮哦！现在也是下雪，上面的雪在飞耶，飞雪，好安静哦，好安静哦。走出冰宫来到户外，这里海拔超过3500公尺，是少女峰最经典的打卡景点之一。我终于可以跟你形容这个声音了。我去看极光的时候就这个声音，就只有这个风声。不是，能听吗？踩在雪上的声音。哦，啪啪啪！那个就是少女，少女峰还是被云遮住了。哇，看！
最吸睛的就是那里会有一只迎风飘扬的瑞士国旗，后面就是壮丽的少女峰。大家来这边一定会拍照跟瑞士国旗与后面壮丽的少女峰合照，真的很有来到欧洲之巅的感觉。就是这边有国旗让大家拍照，然后后面呢就是少女峰，然后我们刚刚就是这个上这个建筑物这边。我们现在在高山中吃饭，然后大家猜猜看这样子多少钱？这样3个全部1500，贵哦，好贵的一餐哦。但是我现在有点不舒服，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吃东西。我们现在要等的是要下山的车，然后我们的凯文已经不行了，他是今天的高山症病患。大家高山症好像开始发作了。我还好我还好我本来以为最惨的会是我，结果我们都还好，就是你。一下就到下车。现在刚上来那么漂亮。我们下来了，下来以后凯文就变得很正常。没有他狠，还是有点哦，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很早很早的去上去少女峰，要不然这个时候上去少女峰真的超多人，每一台缆车都每台缆车都是满的上去。而且现在这个商店街这边也都开了，这就是我们下山以后12点的模样，就是这个缆车站、商店街都开了，然后人潮也变很多了。今天的少女峰行程非常精彩。我们先搭乘 Eiger Express 的第1班发车，接着转火车一路登上海拔3454公尺的少女峰车站。天气也逐渐转好，除了登上观景台感受壮阔的阿尔卑斯山，还走进冰宫看了很多细致的冰雕，也走出户外接受风雪的洗礼，真的很好玩。下一集我们就要离开壮丽的雪山，前往如梦似幻的瀑布小镇劳特布隆嫩，敬请期待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或是热推影片，也可以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留言来支持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喽！